天我们来揭秘一个股市高手研究了20年的成交量秘密，总结出来6句话，掌握了这个秘密，就可以真正的搞懂量价关系背后的真相，从而轻松实现利润翻倍。如果未来5年你不打算离开股市，建议点赞收藏，认真看完这条视频。价格图形是主力可以画出来的，但是成交量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。成交量这6句经典口诀要比其他所有指标都更加可靠。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。今天的视频我们讲3个内容，第一个是成交量的6大口诀，第二是成交量口诀的实战案例分享，第三是成交量均线的战法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成交量的6大口诀。第一，放量突破就要买；第二，低位放量跟着买；第三，高位放量上涨就要拿；第四，低位无量就要等；第五，高位放量滞涨就要跑；第六，高位量价背离要出货。接下来我们通过具体的案例演示以及美股的实例来去理解这6个口诀。首先，放量突破就要买，指的是一个明显的重要阻力位置，一般像图中这样的多次没有突破的前期高点，重要阻力位突然被一根强阳放量所突破，往往都是大的机会。当然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回踩之后的失败，最终没有出现大的上涨机会。但是，一旦我们对大势的环境以及该股的基本面有信心，出现这样的信号，最好不要等待，应该通过仓位控制尽量去买入该股票。一旦出现问题，也可以立即止损，但一旦成功，可能就是一次大的吃肉行情。像图中的位置大阳线之后，连回踩都没有出现，直接就一口气来了一个强势的波段上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用一个案例来详细理解第一个口诀：放量突破就要买，买错止损也要买。图中的股票已经跌得很惨了，最低跌到过26元，经过了震荡横盘的2到3个月的筑底，图中的这里阳线是高开突破的平台，并且放量，这里就是经典的放量突破就要买。再次强调一下，最好是明显的横盘震荡突破的位置，至少经过2到3次的试探。而如果这里买入之后，股价略有短期回调，随即开启了一波上涨，但是这一波上涨很快来到了左边的顶底形态压力，随后开始震荡，即使后面震荡回调，也没有跌破之前的突破阳线的开盘价。所以这里指的买错止损也要买，就是要利用这个买入信号的阳线开盘价做止损。如果短期没有迅速回调跌破这个价位，就可以继续持有。而图中不仅这里是放量突破的买点，随后股价由于左边箱体下沿的阻力，多次试探后，终于以跳空的形式直接突破了这个平台。这还是放量突破就要买，买错止损也要买。这里买入之后呢，没有出现立即回调，经过了1个礼拜的上涨之后，这一次的回调够深，几乎回补了前面的箱体下沿，该压力变成了支撑，随后开启上涨。可见，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缺口放量突破时，可以把止损放得大一点，可以放到箱体下方，而不仅仅是阳线的开盘价，这样就可以把握到后面的大波段上涨。总结一下，放量突破就要买，如果在突破重要阻力位时没有缺口，我们一般以大阳线的开盘价做止损，而如果突破时具有其他的压力位，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压力转为支撑的价格做止损，只要收盘价没有跌破就可以持有。接下来我们看第2个口诀：低位放量跟着买。什么叫低位放量跟着买呢？图中股价下跌到相对低位，止跌上涨，成交量开始出现了放量，这时并不是有明显的横盘区域突破的现象。例如图中的这个位置放量，就如我们讲过的平台突破的位置，也就是第1个口诀。而这里位置还很低，这时跟着买，指的是尽量以少量的仓位试探性建仓。如果未来能够继续走出其他更加稳健明确的反转信号，例如放量突破平台，
这样的大型反转信号可以加仓，随后果然就立即上涨。这样的话，低位放量跟着买，试探性建仓，加上这个位置的平台突破，放量突破买入，那么就可以加仓，随后可以很好的把握到这一波快速上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美股的实例，低位放量跟着买，买错止损也要买。前面的下跌很明显，第一个位置的反弹明显是缩量上涨的，和我们的要求不符，而随后继续回调至低点附近开始上涨，这里就出现了放量，那么可以少量试探性建仓，而建仓之后出现了回调，大家看到回调的幅度较深，有的人可能会止损，但实际上这里的回调也没有再创新低，我们指的是重要的低点，相比较没有创新低，而如果以买入的位置，阳线的开盘价确实有一点跌破，所以如果做短线操作的，那么也许这轮已经获利了结，而如果做中长线操作的，这里回调如果没有创出新低的话，甚至低点抬高，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止损，所以在图中这个位置可以是低位放量跟着买，而这个位置再次回调到低位，也再一次出现了上涨的放量，这里是低位放量上涨，继续可以试探性建仓，而随后这里就再次出现了平台突破的放量，突破就要买，而随后在这个位置再次出现了放量突破就要买，买错止损也要买，所以后面果然跳空上涨，一波新的上升行情开始启动。总结一下，2号的位置低位放量跟着买，比较适合低位试探性建仓，而1号放量突破就要买，比较适合反转性的加仓。再来看第3个口诀，高位放量上涨就要拿，指的是如果股价从相对低位已经涨了相当一段的涨幅，位置偏高，但是成交量还能再次放出高量，尤其是对比之前的高点，那么这时也许有一定的风险，但是真正的上升趋势牛股还能够给你更多惊喜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持股，尤其是大环境市场好的时候，该股基本面也比较稳健，最近又有很多资金流入了该股，这样的信号就不应该卖掉，应该继续持有，让利润最大化。甚至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根放量大阳线的最低价或者是开盘价做止损，这样就可以安心的把大牛股持到最高的境界。果然后面的股价继续上涨，创出新高。在实战中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出现的相对高位上涨就属于第3个口诀，高位上涨就要拿，拿错止损也要拿。很多股民看到这个大涨的缺口，有一些股民甚至在这里卖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认为从12甚至涨到22，上涨太高了，于是很多人卖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量很大，一定是很多人获利了结了，但是同时还有很多人买进，才会出现这样的量。买进的人一定是更加看好这只股，所以才会有大量的买量出现。而卖空的人呢，这里确实输得很惨，因为在这个案例中并不是大阳线，而是跳空的缺口放量上涨，我们应该以缺口的下沿做止损。如果你之前有，甚至你是这里追的，只要没有跌破缺口下沿，我们拿住，等待后面的上涨行情。来看一下第4个口诀，低位无量就要等，指的是股价连续下跌，当你看到价格已经很低，感觉位置可以抄底了，但是迟迟的不出现放量，那么就代表没有真正的资金进来。所以图中的低位无量，我们就应该克制住自己的贪便宜想抄底的心态，要继续等待，直到能够看到相对的股价上涨，成交量放大，才开始慢慢的建仓进场。否则的话，很多股民很有可能因为过早的入场而被套在半山腰，所以一个长期下跌之后的股票，也许你可以提前进场，即使被套也愿意。但是对于大多数股民，如果时间精力有限，不应该过早的参与，而应该等到低位之后明显出现成交量配合股价上涨，说明人气开始回暖，资金开始流入。而如果随后还能出现明显的放量，突破重要阻力位，那就更要买进了。反之，如果一直没有量能的出现，最好不要轻易进仓。
图中的股票为什么很多股民买了之后迟迟不涨？整个的下跌的后半段，相对低位一直没有成交量的放量出现，而且是越跌量越少，甚至到了极致。但是即使这样，图中的这个量最低的位置，如果你过早进场，依然要至少套30%。而真正的稳妥做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即使看到了股价很低，也要依然等到出现股价止跌，明显出现上涨之后，量能出现，尤其是明显的量能区域性的放大，代表了做多热情的出现和交投活跃信号出现，才可能保证未来的上涨机会。第五，高位放量滞涨就要跑。什么是放量滞涨呢？来看一下图表，前面是单边上涨，达到一个新高后，震荡开始再次挑战新高，成交量呢也出现了明显的放大，但是整个的这一段过程就是震荡滞涨了，也能创新高，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多方占优的表现。随后我们就要注意股票下跌的风险。果然后期股价略有反弹，随后就开始无力上涨，明显下跌。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实战案例，高位运线走势，盘中已经创出新高，成交量也非常大，而且这一根也是一根阳线，但明显感觉到在之前的单边上涨之后，回调再次创新高，这里的上涨绝对是一个放量滞涨。滞涨指的是上涨无力，随后股价开始震荡，然后下跌，到最后直接跳空大跌。可见高位放量滞涨就要跑，跑错卖飞了也要跑。我们来看一下第6个口诀，高位量价背离要出货。图中的股价经过了前面的上涨，也实现了量价的配合，就是价升量增，上升的最佳健康形式。然后股价再次加速上涨，创出了明显的新高，但成交量很难再跟随股价创出新高，甚至明显缩量，这就是典型的上涨高位之后出现的量价背离，往往就是庄家出货的标志。图中的量价背离之后，股价震荡横盘，很难再创出新高，然后跌破了水平的平台，开始了明确的下跌走势。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美股实战案例，来理解一下这个口诀。这一轮上涨，股价上涨，成交量创出新高，典型的健康走势，价升量增，股价继续上涨。创出新高后，下面的成交量很难跟随股价创出新高，甚至不断的萎缩，代表量价背离了，市场热情不够了，资金很难继续推动股价再次创新高，于是背离之后开始了震荡横盘，随后向下跳空，持续下跌反弹，再创新低。这就是第6个口诀，高位量价背离要出货，减仓卖出躲灾祸。以上的6个口诀呢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谈一下，在实战中，很多股民都想知道什么样的放量上涨最安全、最健康、最容易产生大涨的放量上涨呢？今天我来分享大家一个小技巧，使用5日均线和10日均线的金叉，同时配合5日均量线和10日均量线的金叉，这样的双金叉一般效果较好。来看一下，在图中这个位置，5日均线上穿10日均线，但是下面的5日均量线却死叉了10日均量线，显然是量价不配合，这样的上涨往往是很危险的。图中的这个位置，股价经过下跌之后，5日均线金叉了10日均线，但是下面的均量线明显没有金叉，直接放弃。而过了几天后，明显看到均量线出现金叉，这样相对安全。如果能够后面再出现成交量明显也高于2根均量线，并且5日均量线也高于10日均量线，这就是最完美的量价配合位置，要大胆进场。你学会了吗？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， 关注、转发加点赞，下期精彩持续看。